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 独家冠名播出。因为我在工作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会提议我们怎么做的人，徐熙娣就一定会说哈，就是我只要跟熙娣做任何建议，他说嚯哈要吗？哎呦 ，S 还是会做得到，可是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哎。林志颖一定是好，然后我反而会吓一跳说真的吗？他就说没问题，然后就接下来他就是努力去达成，所以这小子就是两个人风格不同，可是都是使命必达的人。我那天算了一下我访问过的人数，包括康熙来了在内，起码超过2万人。我接触的这2万人当中呢，会变成朋友的人其实非常少。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志玲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我跟这人不可能有什么交集，就是说她很高，我很矮，然后她很美，然后我完全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来宾是一群模特的时候呢，主持人会有一点焦虑，就是模特们会不会很害羞，会不会不太爱讲话，会不会很冷，是，就是像冰山美人一样。是。然后制作人为了解决我们的担忧，就告诉我们一些你的这个新闻啊什么的，我说哦，这个女生就是这些八卦新闻的主角吗？对。可是后来我们两个就有更多机会合作，对，我们就一起主持颁奖典礼，我们就一起主持节目，金马奖，还有第一次，还有智勇电力学校也是第一次。是。然后呢，就因为工作而相处，然后才有机会去体会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然后妙就妙在志玲有时候会来问我问题，私下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立场，你当时是觉得这个人可以帮你想出办法，还是通常你真的遇到困境，然后也觉得自己我好像找不到答案，我觉得你就会寻求智者。可是找了以后有帮助吗？对，我觉得你给我的建议一定都会是非常正确，可以让我更出彩的。包括刚刚有稍微提到金马奖是我第一次嘛，那时候《爱的抱抱》也是康永哥设计的经典桥段，这很有趣哈。后来抱抱好像变得很常用。对，后来《爱的抱抱》好像也变成算是一个招牌，大家会记得的。然后我也很喜欢透过这种爱的抱抱去给大家拥抱，然后你就会记得说，姐姐抱过的温度，你可能就会记得我，就延续了这个爱的抱抱。对，我要帮梁朝伟先生加油，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？可以吗？请允许我，请接受我祝福的拥抱，加油！可是我好惊讶，就是当时你是一个新人，对，你要去抱的人是梁朝伟跟刘德华这种巨星，然后我跟你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觉得说这会不会太冒犯，或者是这会不会太令人紧张？哇，这真的太冒犯，可是真的太好了，我绝对不可以拒绝。你有担忧吗？说我可以这样做吗？其实当时我觉得我整体对于第一次要担起这个主持人的重任，我觉得非常的紧张。我就想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好，所以大勇哥就像真的一个好像在台上的导播，好像控场。我就觉得我要 follow， 把这个每一个点都做到最满最足。那就交给你的任务，你要对，这是一个 mission， 我要去执行。对。那志玲呢？因为是完全新的人，所以刚开始跟她合作的时候，提出我的建议，然后我会以为她会像我认识的一些女生会说好可怕，或者是不要这样，或者是不会什么，就我常常听到这些答案。可是志玲从第一次回答我问题都是说好，就我不管讲什么，她就说好。我说真的可以吗？她就说没问题。我们人面对紧张的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会先在脑子里去想象整个执行的过程的画面。你当时的方法是你会自我催眠说我现在要执行那个任务，还是你会看到刘德华跟看到梁朝伟就会想梁朝伟跟刘德华会这样吗？有先想象，
如果被拒绝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哦，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会怎么样？对，会先模拟一下，可是最终都会觉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康永哥应该会救我，会救你。对。照你的风格，被拒绝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，就是会很害羞的笑一下，说：“哎呀，被拒绝了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”对，我可能还是会说。谢谢您的拒绝，我们还是同框了。你人生中有被拒绝过吗？哇，这个一定有的，还是无往而不利的？一定有的啊。有吗？你也会有嘛？我被拒绝是很正常的事啊。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不然你刚刚开始是新人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参加很多面试啊，是，那会受到拒绝，很多。拒绝你的理由是哪些？就不够有个性。其实我不是那种个性的模特型，对，他们说不够个性，身高不够高。然后包括我其实念完书，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念美术，美术就是art management， 然后到艺术管理博物馆工作这样，然后也是被拒绝了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博士的学历，他们说不行，在这边都是博士，需要比较所以被拒绝。找工作也会被拒绝，都会。你现在回头看这个15年的演艺工作，对你而言是一个好玩的历程，还是说你当时真的有野心要克服其中一些困难，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真的演戏到70、80岁还要演戏的演员，还是真的要唱歌或主持节目？你当时有？你做演艺工作的时候有在想说我要变怎样吗？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。你没有？我没有。这样听起来很不 OK， 可是我好像没有不 OK， 没有一个目标性，没有个目的性的。然后，可是每一天，我觉得24小时我都是很充实的。可是你演到一个后来评价不好的戏的时候。你当时在剧组里就能够感觉到说接错了吗？还是有些很多事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控制的，所以我觉得就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吧。这15年当中，应该算是做的正确选择多过错误选择，是吧？绝对是的因为回头看无悔啊，无悔就是正确了，因为这个是能够立刻给你看到世界、视野。所以我觉得在演艺圈的人，其实我们是很幸福的，然后很幸福的同时，真的要把这个再传递出去。我认为厉害的人，没有人活得不累的啦，只是你看待这个累的态度是什么？你是把这个累当成是你的历练，还是收获，还是累积？只要你知道你要去哪里，这个累就只是过程。所以，她小姐的累。就是有些累是我都会觉得何必呢的累，很多累就是不值得啊。那可是他确实是比一般人不怕。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沃尔沃 S90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源自北欧挪威的高端天然饮用水品牌 WOS 赞助播出。因为我的工作关系，我实在觉得接触到大美女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，我没有觉得很兴奋或者是难以忘怀。可是我就是有一些朋友，他们的工作是不常接触到大美女，更不要说是林志玲。所以我见过一些场合呢，有一些人有机会跟志玲握手的时候会失魂。我会介绍说这是志玲，然后他就跟你握手，然后我就去忙别的，然后等过10分钟回来，还是握着林志玲的手，我就想说，你不用握那么久吧？然后我看林志玲还是保持礼貌的微笑，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对方可能就是当晚的主人或什么的。这种是频率高吗？没有了，不高。所以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提醒自己说，还是你有找机会把手抽开？会偷偷一个指头抽，对啊，抽走之类的，聊一些别的话题，指一个东西说，你看那幅画这样，你去那边看看的，对。所以这对你来讲已经是可以处理的事，就是不用惊慌失措那种，可以处理。然后会生气吗？不会，我从一刚开始入行，我都
以前真的都觉得说啊，可能不行明天就不一定有名了，或是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如果人家说拍照啊，我觉得是看着承蒙别人看得起，对我都觉得啊，人生也许就遇这么一次了，那我们就留下这样子一个好的记忆吧。我对人的了解还是倾向他愿意让我了解哪一面，我就了解哪一面。所以志玲给我看的那一面，虽然这么有力量、正面、坚持、有毅力，他在别的面我就不确定。他当然在我面前有过脆弱的时刻，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刻，可是也都是在我理解的范围内。你跟你先生被我们邀请来参加一些聚会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他其实没有办法讲太多话，对不对？就很可惜。我很希望他再努力一点练中文。他回去的时候他会觉得那天很累，还是他会觉得那天好玩？我觉得你把自己想到他的位置的话，你会不会累？如果在一个场合，然后你就是听不懂的语言，那大部分我们还是会尽量很有礼貌的参与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他应该会很累吧，我要赶快把他带回家。可是后来我觉得他现在很自在，然后因为他也喜欢我和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我，他说就比较活泼，对，然后话很多，对，所以他就是现在是可以这样陪伴啊，他可以享受到身边的人享受那个气氛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他也会试着融入。他有维持一些他在东京的生活习惯吗？比方说运动。training， 他是一个超级 every day。你觉得他的纪律超过你的纪律吗？应该超过，是吗？所以你应该是我认识人当中最有纪律的啦。可是现在因为我是妈妈，所以平常我就是24小时，我就是在日本就是自己带孩子嘛，因为我们没有请人，对，所以纪律丢一旁，优雅丢一旁，对，就是没有什么那么迫切，是那么急的。现在所有就是孩子的需求，那就是先照顾他，随时的打扰，就是爱哭的时候就哭这种。对，他哭我也会让他哭。半夜不太哭哦。他是一个非常有体力、非常有活力。他其实真的从婴儿期已经跳过，他就直接到儿童期。他现在可以睡过夜，他现在常常一天就睡一次，其他时间他就会非常努力玩，好像就是一定要玩够。这表示你已经开始体会到他的个性了。他是一个外向，很喜欢和人接触，然后很喜欢学习新的东西，然后模仿力也很强，然后非常开心的孩子，他是一个开心的 baby，很喜欢笑。你有想象过他是这样的小孩吗？有，我们那时候帮他取名字，就是取了一个蛮温暖的名字，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温暖的人。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性格。你现在会觉得他带给你的鼓励多过他带给你的心力的耗损？我觉得体力一定会，然后每个妈妈都会觉得自己体力不够，尤其是我这个年纪比较晚，就会觉得需要很多体力。对，可是他所带给你的这种幸福感，超越过一切。对，反而会让我更觉得说，我以前可能到某一个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盲点，觉得人生就这样。现在会觉得我要重新归零，我要和他开始学习。这个想法很有意思，就是他给你的人生画下一个重新启动的标点。对，然后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更有体力和更有智慧。所以微博上面有人在研究说，在婚姻当中要怎么维持对对方依然有吸引力。你有在想，你现在有在想这件事吗？吸引力啊！你这辈子是不穿短裤拖鞋出门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夏天有时候带孩子就会，
我跟林志颖认识这么久呢，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一些时刻，是我认为任何正常人都已经会很狼狈的倒在地上昏倒，或者是摆出很丑的姿势打呼之类的。我见过林志颖喝醉，我见过林志颖玩游戏，然后我有跟他聊天聊到早上6点的这种场子都有。然后他小姐呢，都能够在可容许的范围内保持很好看的样子。你为什么？你知道你有做到这些事吗？你没有察觉？我觉得我大概就是这样。可能你再约我10次，也许就不一样了。可是你在家里带孩子在很累的时候，难道你先生不会看到你有一天就是躺在床上翻白眼这样？会啊，有时候我就抱着娃娃就睡在地上。那你抱着娃娃睡在地上，还是像圣母那种图，还是说你就是流口水这种？你好有想象力哦！就你不可能没有张开嘴流口水的画面吧？对，不可能没有，对。会有，那万一被他看见怎么办？不会怎么样啊，都是夫妻了，这个没有好隐藏的。因为你先生也是整天都把头梳得那么整齐，然后胡子就刮到很正确的长度，这种就他在家里难道不会头发乱七八糟的那个吗？他在家里对都运动衣，也是会邋遢啦，在家里也是会，我觉得这样才自然嘛。可以。回到家就是你要在家里，你还是可以当个小孩子，然后可以邋遢，可以放松，我觉得这才是家人。他可以打呼吗 ？OK， 我们儿子现在也小小打呼，我说跟爸爸一样，好像 symphony。你 OK， 你要笑了，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没有打击到你就对了。不会。然后你说如何要保持魅力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魅力不会是只有外在了，因为外在真的是在你一刚开始那种很 spontaneous，也就是一刚开始大家说爱情的时候，可是爱情之后，它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，你要怎么延伸，把这个爱情当作一辈子可以延伸的礼物，我觉得就是靠夫妻的相处。你说所谓的魅力，也不是说什么我们在服装上或造型上，我觉得 it's not that， 真的不是。我觉得你们女生，你觉得是不是不一样？很多人都告诉我说，男生是非常视觉性的动物，所以视觉性的动物，我们平时还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比较得体一点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不要和世界脱轨的女人。你可以很认真，完全全心全意，像现在我是一个妈妈，然后我希望做好妈妈这个角色这个工作。可是我觉得和世界接轨，了解一切在发生什么。当先生如果他有一些想法或是这些询问的时候，你们是可以有一个好的会话，好的对谈。我觉得夫妻最怕就是到最后我们这样没话讲了。我觉得那个是反而我比较担心。所以小孩如果大到一个程度不需要你了，你会重新回演艺工作吗？不会。你怎么都有把握？他大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我了，你想会是几岁？然后我现在几岁？你去加一加，你就知道这个答案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在15年。好了，我希望永远是大家心中的志玲姐姐啦。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。我希望以后我白发，大家记得还是黑发的我，和有温暖度、带着微笑的我。你不知道，等你白发的时候，你看到另外一个白发的模特，你可能觉得说我也可以做。我觉得我会走别的领域，如果是真的还要和社会接轨的话，就别的领域，也许慈善。所以你将来是打算不露面吗？你看为了什么而露面吧？是啊，如果是慈善相关，那你就觉得如果是要比较美丽这件事情，应该就不会。懂。因为你不需要把自己再放在一个平台上让大家来做一些比较。听起来就是你15年来受尽了比较。这应该的嘛，演艺圈不就是这样吗？可是你被比较通常的结果都很好啊，你也没有被比输啊。也是有啦，演艺圈也就是比较而成长嘛。OK， 比较让我们跌倒，我们再可以超越，然后再跌倒，再超越。好，所以现在有强烈的感觉到时间的压力吗？
时间一直都有压力啊，是好快哦，很快哦。我都任性这么久了，很神奇，真的。你就算有所有的 power， 你都没有办法停止时间这件事。今天15年也做超多事的，很多。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跟老天爷借时间，一天当2天用。现在如果你看到在播放你以前演的戏，你会看吗？会，因为我反而以前没有什么机会看。就你可能拍完一个广告工作或是一个电影，你就到下一个剧组了。如果现在我会看。可是应该会害羞，把自己躲起来看。你会叫你先生一起看吗？我自己看。如果给他看，还要帮他翻译。我们表达的人常常用一些有效率的字眼，这些有效率的字眼，逐经年累月的会累积出一些，我认为是误会啊。比方说，梦想是伟大的。这句话对我而言是很大的误会，就是我认为平常的生活是很了不起的，也不需要动用到伟大这个概念，因为我其实不认为人类需要伟大啊，就是所以活着就是活着了，然后活得有滋味，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。那第一不用追求伟大，第二呢，因由伟大而延伸出来的各种想象，包括展翅高飞。说穿了其实是很空洞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展翅高飞，那就没有所谓的束缚啊，就是你就好好过日子。那如果结了婚，对于好好过日子是很有帮助的一个步骤，那结婚显然就是必要的。那如果结婚后日子过得更烂，那它也不叫束缚，它就是日子过得烂。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不要这样子去想婚姻这件事，不用想它是束缚或者不是束缚，它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的时候，你要判断这件事情是不是使你过到你要的日子的必要步骤。我最近看了一个日本小说呢，因为是推理小说，所以写得很极端。他说，他觉得女人分2种，一种女人就是妈妈型，一种女人是女儿型。有的女人呢，一辈子都是女儿，她爱她的妈妈，然后她希望妈妈的爱都给她，自己要永远当女儿，被爱。这个分类有道理吗？就是有的女生会一直想当女儿，有的女生会急着当妈妈。会。你是哪一种？我觉得我应该比较妈妈型，照顾别人。可是我是喜欢。我们俩拍电影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道具车出问题，然后根本就不关林志玲的事，然后林志玲当时就说：“让我出面吧，让我去跟那个道具车的老板讲，我想他会卖我这个面子。”真的？就对，当时我就想说，不用你出面，他没有事情，我们的剧务会去沟通的。所以你是很愿意解决问题。我很愿意，我觉得不管是工作人员、家人、朋友遇到什么，我都好希望看看我可不可以稍微分担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解决，也许一起解决事情就过了。你的人生到这个阶段，其实有很多你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对，很多。就你们家长辈遇到病痛的时候，其实你能够做的事情很少。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是这样，也许尤其到了，如果你们刚好也是比较是我们这个年纪，当然遇到的都会是家人的各种病痛。对啊，这也是最大的无助，因为你会完全无力感。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可是可以做的还是要做，一定还是有能够做的事。我有一次找林志玲演电影，结果呢，那时候需要演员流泪，然后我就问志玲说，什么画面可以让她立刻进入那个想掉眼泪的情况？就志玲当时跟我说，求学的儿童的一个画面，她说她一看就会落泪。然后那个是他的基金会当时做的一个事情。对，你记得？对，我记得。我自己很意外，因为很多人做基金会其实是出于理性的做，就是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是一个任务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被帮忙或者被解决。
可是你当时在帮助那些小孩的时候呢，你是说你看到那个影片，不管看几次你都要哭？我会很受感动，我会想到他们，然后也想到自己的无力感，还想到他们的人生是没有选择性的。所以你一开始选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当时想的就是要帮小孩先。对，我当时想说要从儿童教育、儿童医疗，那很多时候是觉得说，像儿童医疗很多是一个手术，你可以改变他的人生，这个就是可以改变的力量。那为什么看他们会难过？你会知道说，在那样的家庭环境情况下，爸妈都很有爱，可是这个孩子就是一辈子都受苦，然后他未来的人生还是这样。对，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到他们，对，那就会有改变的力量。可是你刚刚讲一个很微妙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对这些事情面对它的时候会有无力感嘛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做的那么有限，就算做了一个，也剩下还有可能99999对，太多了，没有被看到的。有的人会选择说，那既然做了跟没有做的差异很小，或者说做了也觉得自己能做的，越做越觉得自己能做的那么少，你还是做了，必须得做。对，而且那是很多时候感动是不是只是在生病的孩童，很多时候是在照顾者。你知道照顾者有多么辛苦，然后也许就是单亲家庭，妈妈要一天打5份工来养一个孩子，然后帮他买这些辅具都非常昂贵的，可他会他们像勇士，像战士，你看到他们的眼睛也是在发光的。有一个妈妈，然后我说，我还有什么能够帮到你？她说不用了，谢谢你，一切谢谢你，之后我自己来努力。然后她就握着我的手，我说好，那你努力，有什么需要告诉我。然后他在最后一刻落下一滴泪，你知道那个是忍了10几年的眼泪，是我没有看过。我每次看到他就是超正向，说这个可以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做。哎，小孩子这是他的命运啊，让我们全家更凝聚，超正向。我永远忘不了他最后的时候，他突然忍不住的那一滴泪，你知道那真的唱了多大的心酸，他的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付出。所以你说为什么？因为这对我来讲，他不是工作，我也没有要人家掌声，而是我真的握过的这每一双手，然后看到他们的故事，我就很希望他们好。对，所以是这样。那你现在自己当妈妈了，你的心是变更软，还是变更？都有。我觉得母亲大家都说为母则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会非常非常柔软，可是你会非常非常坚强，就是柔软和坚强的并存。对，然后看到更多的孩子，我就会有更多的感受，和更多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行动力去改善这一切。这样，你有像我认识的很多妈妈，他们会担心地球的未来啊，什么这些事情，有些议题非常遥远。我现在都觉得，如果能够让身旁的人快乐，是我能够做到，是眼前的那快乐就是那个 moment， 是我没有想那么远。我觉得能够在当下让身边的人快乐是很真实的事情，很真实。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新浪侧面、上知乎、搜凤声和知乎大众一起热聊节目话题。你是不是在今天之前也没有重新再去拜访过你办婚礼的地方？我在去年年底带着婆婆还有儿子一起来，感觉是还愿这样子，就是谢谢你们给了我们那么美好的婚礼这样。对，你婆婆对台湾熟吗？我婆婆她很喜欢耶。你敢做菜给她吃吗？会，只要在日本都是我做菜给她吃。你做日本的菜？没有，因为她太会做日料了，我就会做一些其他的。请问你
做的菜到底是什么分数？婆婆觉得好吃呀。其实呢，白米饭呢，你在前天晚上就给它用好，然后就预约。比如说早上，就是7点半，所以7点半那个白米一定就会很香喷喷的在那里。然后鱼大概烤了7分钟到9分钟，其实就特别香了。所以我都是用烤的，就就鱼一烤好20分钟你就可以做，不用10分钟。这鱼一烤好就可以上桌了。可以叫来吧，就是外送也是可以，可是因为我已经平常没什么乐趣了，所以我就大部分以去超市。你把去超市当乐趣吗？对，现在就是抱着宝宝去超市这样。